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台积电的2奈米泄密案可能没有你我想的这么单纯。为什么？你看到川普今天一早马上发文，他开杀了，他杀向谁？他杀向的是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他要滚蛋，要他辞职。心想说生这么大气干嘛？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陈立武踩到大地雷了。他跟中国往来密切，而且关系没有解释得清楚。但这件事情跟台湾有关吗？你看到台湾现在深陷2奈米的这个所谓的泄密案件中之外，检调的另外一只手非常的玄奇。你看到这是新竹的检调，他们特别去查了，在所谓的中资的挖角案件，出动了300多人，搜索70多个处所，约谈100多个工程师，这才发现原来有10家中企真的来台湾来挖人，甚至来涉入这样的一个案件。而现在整个竹科的氛围非常非常妙，除了我们前面讲的竹科的咖啡厅被盯上之外，现在连台积电的幼儿园过去已经门禁非常严了，据了解现在变得更加的严格，所以现在竹科被形容就是一个戒严的时刻。另一个部分是全球的半导体即将进行一个大洗牌，在大洗牌之下，台美现在要携手合作，要扫荡这一个半导体界。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股市分析师封开平，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志总，今天川普很气耶，早上一早起床，马上起来发文，对，然后发文，跟我们台湾有关没有？他今天开刀了，今天开杀了，杀向谁？竟然是 Intel 的陈立武，为什么？我刚刚讲，他跟中国的关系没解释清楚，你跟中国的关系太好了，现在中美在打个 AI 战，你这么好，你要选边站啊，这代表一件事情。在这个 AI 战里面，你跟中国好的，你跟中国的关系没解释清楚的，对，我是杀下去的。对，没错，在昨天晚上，就是美国的这个8月8号的这个8月7号的这个早上的时候，川普一起床的时候，赵尔你知道他马上就发了这个出搜球。这出搜球上面来说的话，大家完全傻眼，为什么？因为他说什么 ，Intel 的执行长高度的这个利益冲突，必须马上离职，而且是 There is no other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你就是你要把他照的掉啦，他直接就点名陈立武，他想说，这个有点夸张吧？当时很多美国民众或者说这个华尔街看到这个有点奇怪，一头雾水。为什么？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说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一早的时候出来发个这个 Facebook， 然后就说，我认为这个魏哲家应该要下台，这一样的很奇怪嘛。但是为什么他会马上就发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出搜秀？原来是说，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啊，或者是说川普都认为说，你跟中国走得太近了吧？你这个过去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背景，甚至你现在还有很多中国的这个投资，你有很多高度的利益冲突，你必须要马上去职。好，那为什么要马上去职？赵我问你，这一次的232条款，它是为了什么才有232条款？为了国家安全。对，那国家安全的话，请问你 Intel 的执行长是跟中国这么有关系的时候，那不是国家安全，不然那是什么？敌人在本能寺。对啊，所以我当然让你开刀嘛。好，那你想说，只有这个川普在揪出这个跟中国关系往来的疑似是共谍的人物吗？没有。赵你知道吗？昨天的时候，我们法务部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蛮有意思哦。你看到这法务部调查局的新闻稿是去这个8月7号的时候，他发了什么？法务部调查局同步侦办中企非法在台湾挖角了高科技的人才，然后他又说什么这个案子从我们今年的3月开始就开始同步侦查，然后什么查了台北、新北、士林、桃园还有新竹等5个地方，然后侦办了16家陆企来台湾非法挖角，然后总共动员了300人次，搜索70处，询问120人次，300多人次，那全国只撒下去的。不是，你为什么突然发这个新闻稿？最近有没有什么陆企啊？没什么，你为什么突然发这个新闻稿？那个你发这个新闻稿没多久，川普就说我要杀向这个 Intel，你就觉得原来台美中间呢都在杀所有的中企，你可能跟中国关系很好的，或是说疑似是泄密的，我都要杀。那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一次面对的这次台积电的泄密案会如此的严格嘛？因为这有可能，我们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听说这个所谓的专案资讯，目前为止是说是东京威力科创的员工所搞的。但是，我问你，幕后的大黑手大金要拿到那个资料，到底是谁？现在知道的是谁了没有？没有人知道啊，他还藏在后面。对，那也有人怀疑说，你看啊，法务部也在调查中资啊，那会不会跟中资有关？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所以现在看起来什么？现在台湾草木皆兵，因为什么？在竹科这个地方，从第一时间被盯上的星巴克外，现在整个竹科的氛围真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赵你看，原本2奈米的泄密案已经很严重，国家的这个单位，那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局又在查中期。对。那昨天晚上川普又开杀这个陈立武，你觉得美国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更绷紧神经，尤其是如果你台积电在犯下一次的这个所谓泄密案的时候，你看你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听说现在你看这个台积电的人，他们都说草木皆兵啊，甚至竹科妈妈连妈妈都感觉到压力。他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台积电他们有这个幼儿园，对，那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妈妈，譬如说要去带小孩回来的时候，过去的你都是拿证件去，然后可能就是说稍微我放在桌上说我要进去带个人，然后这样就出来证明我有证件，然后我进去带我把小朋友出来都没问题的。在我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要拿证件证明说我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今天在外面这个人还要拿来看，就黄世聪，我对过，是你才能进去，保全要这样子。现在这么严格，以前都是我拿一张证件我就放在那边说我是这个要带小孩，那就 OK。现在不行，你要给我非常严格的一个一个看是不是本人，如果不是本人的话，我怕是我这个假冒人进来嘛，这个幼稚园，你说连幼稚园要这样搞，这样有没有太夸张？没有，因为他就在台积电科这个园区里面嘛，大家都要小心为上。然后另外是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就是说幼儿园偶尔都要拍照片嘛，对，拍照片来说，照理说，我可以拿我的手机拍或者什么什么。现在已经不行了，幼儿园不能里面拿手机的。他说现在呢要用我们这个老师的手机拍，老师的手机拍之后呢，不好意思，我1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再寄给你这样一个状况，1个月才能够传给家长。所以他等于是拍完照之后，可能还要审查。对，你有没有拍到一些不该拍的东西？我要看一下，就算是边边角角。不能漏就是不能漏。那现在呢又更加严格，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你看整个新竹里面来说，大家都是草木皆兵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件事情不能够再犯第二次。好，那因为你看，因为这一次的2奈米泄密案之后，台积电加强了这个管制跟加强这个泄密的这个流程之后，很多人都说原本的台积电已经是很严格了，现在人家就说原本就不一定见到阳光了，现在像是活在监牢里面。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原本我说这是原本原本你看进去的时候要有识别证，你要拿那个识别证，然后经过逼之后呢，然后才能够进到这里面。然后进到这里面来说的话，你看他们有一个这个，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你看，在台积电工厂里面还有这种海关识别的东西他就给你检查。你看你的包包里面所有的，你看这不是就是我们出关的时候会看到吗？对，这个所谓扫描 X 光机对 X 光机，他就在这边看了，看你说你张兆和的包包里面放了什么违禁品啊，可能放了什么东西，我给你看个仔细，然后看个仔细说没有问题，我就 pass 过去。然后你人也要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检门，这样没有哔，那你就才可以过。你看这整个程序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另外包括说，你看。我们昨天正好不是有穿上这个防无尘衣吗？对，好像就只有露出一个眼睛，对不对？你要没办法知道谁是谁嘛。不好意思啊，他们这里面你仔细来看，这是他们的厂区里面，这都是监视器啊，这么多监视器啊。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工厂里面来说的话，它有各式各样的监视器在监视着你。除了可能你到厕所里面不会被监控之外，现在全部都给你监控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你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完全监控。另外一个，因为台积电的这个公司来说的话，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他们下班之后你要把桌子都清空，桌子清空之后，而且抽屉你都要上锁。你说就从上次的泄密案后，对，他说什么？上周开始，对，你下班后，你所有桌上东西全清空，对，你的抽屉要上锁，对，因为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对，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台积电绷紧更紧的神经。好，为什么台积电要绷紧神经？我刚才讲，2奈米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2奈米未来来说的话，整体的商机呢，可能辐射出去，我们讲到会破好几兆美金。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现在要这个绷紧神经？以后还有16A以后还有还有A16跟A14这都是新制程的。现在各国也都想要这个东西。你只有2奈米可能会外泄吗？没有，你 A14跟 A16也可能外泄啊。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他们要绷紧神经的原因就在这边。尤其是最近有一个新的这个进度，你看台积电14奈米就是 A14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有3家要争霸，对，台积电稳健领跑 ，Intel 这个调整战略，那台积电这个3星延后量产，也就是说还有2奈米2奈米之后还有14A啊，还有这个 A14就是1.4奈米大家都在拼嘛，所以他说，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大家会想要？对，所以我才说绷紧神经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你这一次2奈米外泄，下一次是这个14埃米或是 A14，那还得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讲为什么这样讲？台积电呢这一次这个外泄疑似外泄，有一个就是在 R&D 中心这边嘛，R&D 中心就在宝山这附近。那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原本的4座厂原本都是 for 这个2奈米的哈，但目前为止来说，除了 P1、P2 之外，P3、P4 可能会把它改成是做 A14，就是这个14埃米。所以就是说，未来这边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重镇，全台湾的最先进的晶圆厂都在这附近的时候，请问你，那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绷紧神经？对，这个地方如果有什么幼儿园啊、餐厅，每一个地方都要给你看个死死。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一次的2奈米泄密案到底是谁？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东京威力科创嘛，对。但是东京威力科创昨天他不是发了一个新闻稿说，跟我没有关系，跟完全没关，而且我们也不会用它的技术。那为什么东京威力科创有点奇怪？照我跟你讲，因为东京威力科创本身就有10颗的技术了，它这个机台是它生产的。那好，那我这个生产这个机台，那这些人员在工厂里面做什么事？其实东京威力科创很多人是可以知道的啊，他都可以进去看东京威力科创的人员是不是可以进到台积电的工厂里面去。所以这个你说东京威力科创要拿来做什么？他会来改善它的制程，有点怪。对。那你说你要拿给这个 Rapidus 来说话，又有点怪，因为我们讲到 Rapidus 的这个技术跟台积电是完全不一样，这有点像什么呢？我是这个用这个所谓西瓜生产的，跟我用芒果生产的东西，然后我要来互相比对，这个有点奇怪。它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那有点奇怪。所以很多人就说，应该不会是日本这一条线。而且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们是不是都买了豪宅？很多钱嘛，对。突然之间就很多钱的一个状况，那到底谁能够给那么多钱？现在有业界就爆料说，我们也不要怀疑说，有可能是中资那一边。哦，那为什么有可能是中资？中资那一边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他们需要；对，第二是什么？他知道他们才可以这么豪值千金，他们当然无所谓。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吗？中国要整并成几个大企业嘛？对，那大企业就有钱啊，有钱的话，他们要什么？我跟你讲，他们钱不是问题啦，你只要给我那些技术都 OK 啦。好，那这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就说，因为这一次还牵扯到东京威力科创的人嘛，对。那东京威力科创，我们就有一个推论，就是说，它的中国竞争同业是谁？那就只指到一个叫做这个，因为中国有中芯半导体嘛，他们有很多这个他们要自己研发的这个技术嘛，这里面就有一家公司就被拿出来，叫中微半导体。中微半导体，你看它部分是什么？做10颗的这个设备。好，那做10颗的设备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一次的东京威力科创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东京威力科创做10颗，它也是做10颗。问题是它现在只能够做到5奈米左右的这个10颗技术。你看5奈米的10颗技术，你看当时中微开发出5奈米的时候，你知道中国是怎么看淡吗？他说什么？晶片被卡脖子都将成为历史。他们是大的，你看10年闭关锁国，中国迎来突破，中国成功研发5奈米的10颗技术，堪比2弹1星的里程碑。晶片技术外国垄断即将成为历史。5奈米他们就吹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是举国欢腾的。对，5奈米就吹成这个样子。好，但是如果你赵和他现在在中微在往2奈米的进军过程里面，他卡关了。对。为什么卡关？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台 EUV 啊，它没有办法在上面运作啊。我做出来之后 ，EUV 怎么去尝试，我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有人就说，他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些所谓的参数？参数来以后就可以回馈给这个中微，中微就知道你在运作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样。我可以为我未来的设计可以做一些调整，甚至用这样的方法去窥探可能未来的2奈米我的设备要怎么研发，甚至搞不好可以回推到整个中芯半导体，可以帮他。所以就有人说，我们不要忽视，也是有来自中国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就讲，这都是目前为止业界的几个怀疑跟几个推理。不过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调查局怎么查。但是无论如何，证明了一点，台湾台积电的技术是全世界都要的这个技术，全世界都要的技术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绝对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国家至宝，好好的保护起来。国正，这一次的泄密案件到我们刚谈的中资中企的这种挖角案件，这背后难道真的有美国在后面来操作吗？你看昨天川普他也讲了，只要跟中国是有关的，我管你是自己人还是怎么样 ，Intel 我照杀。而现在他下一个要杀的是谁？是这一场赵元宴里面的人吗？对，川普这个宣誓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美国一定要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一定要让美国安心。所以台湾做这个动作，其实就要向世界证明一件事情：我们会杀到底，我们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一个。所以台湾现在是总动员，让川普知道
先进技术在台湾的手里绝对没有问题，对所以现在这一次不只是抓台积电的内鬼，你看哦，这是8月5号高检署发布这个新闻稿抓台积电内鬼，可是马上另外一个大扫荡就动员了，这是8月7号哦，才隔2天马上又发布说，我们总共这次更厉害哦，兵分10个单位，总共动员300个，阵仗很大哦，一口气收了70个地方都询问120人，抓了16家的路器。对，那这一次大扫荡可怕的地方不是动员规模有多大，是扫到的对象有谁？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叫台湾之光。看到这张图，我们都很开心。AI 重心在台湾，台湾是世界 AI 的重镇。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张图里面有路器，就是等一下，你说这一张照片里面风风光光这么多人，里面竟然有路器，而且就是这一次扫荡的目标之一，动员了300个人，就是去扫荡出来，让世界看到说，原来辉达台湾队里面，辉达这叫辉达队了，不能叫台湾队。辉达在台湾宴请兆元的老板的时候，辉达队里面有路器，所以这次执行会让川普看到台湾是有在掌握资料，台湾是很确切知道说整个供应链里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路器在这里面。这个人是谁？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把图放大，而且我们把2年都抓出来看哦。就知道说，原来辉达队里面竟然有路器。好，这是去年的版本，这个人就在这里面哦，他的位置相当的重要。你看，这个是黄仁勋，这是魏哲家，这是刘扬伟，他就蹲在他的前面。对，我们把他圈出来，这个人叫陈涛。那他不止来一次哦，再来到在今年版本的时候，今年版本就不太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有人保啊，再来是黄仁勋在这里，魏哲家在这里，蔡力行在这里，林宪敏、伟创在这里，这个人又出现了，这个人叫陈涛，陈涛连续2年都出席哦，而且我们在看哦，这张图是有在排 C 位跟重要关键性哦，不是重要的人是看不到他的脸哦，所以你要看到每个大佬排站，不是辈分不够是不可以站在第1排的哦，而且有坐下来，然后你到第2排，代表你怎样？辈分是很高了，是一个很重要供应商哦。结果陈涛这个就叫盛宏科技，就是这一次检调扫荡这16家路器的其中一家，然后就是盛宏要求他撤出台湾，等于把他端掉了。照你讲起来，这个所谓的辉达队里面有中资，有中国的企业，川普他也知道，现在就看黄仁勋你要怎么做了。对，就是要提醒黄仁勋说，AI 当然晶片很重要，台积电动了，再来是 AI 也要动嘛。AI 怎么确保 AI 技术会不会流入中国？所以现在这个象征意义的动作非常重要。那我们来讲说，这个人其实有多厉害，这个人有多传奇，能够做到黄仁勋的国家队的议员，连续2年都邀请他他平常根本不在台湾，他平常是在泰国。但他17岁的时候，甘肃人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其实甘肃还是很穷，你不知道做什么嘛，所以他去干嘛？去当兵，所以就跟他是解放军，他是解放军出身的，解放军武警，然后跑到新疆去当兵，接着在1996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要去创业，去东南沿海，所以跑到台商的工厂，那家桃园公司叫统匠，去做印刷电路板。2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那很多认识他的人是说什么？解放军背景出身，做事情又跟任正非很像，所以我们台商又称呼他叫什么 PCB 界的任正非，华为任正非，而且他的狼性性格是一模一样。我为什么说狼性性格一模一样？他在去年9月买下我们台湾一家上市公司叫晋国，然后一般台湾买旧公司，我们这些老板都会砍本裂刀，就把设备慢慢的改。这个陈涛不一样，他买了之后下军令状，6个月内把所有的设备全部拆掉。全部换新的，做黄仁勋要的东西，你看，全部打掉不要，6个月都盖出新厂，6个月盖出新厂很难，一般做印刷电路板最起码要2-3年，他只用6个月就把它盖完，1年就可以做。你这个叫什么？下军令状被叫 PCB 界的任正非是不是浪得虚名？而且成长得非常快。那这次大扫荡就很清楚的抓到一件事情是，他们有跑来台湾设办公室，然后有挖角台湾人，但是有些人也会讲一件事情替他报趋势。他其实印刷电路板也不太算是非常高阶科技的东西，那也不像半导体去偷14奈米以内的技术，尤其是像2奈米，他也没有偷。所以有人要报趋势，我们是不是查得非常严格？是不是宁可错杀1000，也不愿放过一个像杂志这样的东西？但是还是做了嘛。可是这个动作象征意义就非常大了。黄仁勋的造盐业里面有入资，我们也是把他抓出来，而且把他从台湾赶出去，这代表让川普今天做的这个动作就看得很清楚。
高阶技术绝对不可以让中国掌握，跟中国有关的人掌握。于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不管从高检署，不管从新竹的检调，我们刚刚看到新闻稿只分了2天之内哦，马上从第一件案子到第二件案子，难道真的完完全全哦？甚至我从来没有看过调查局拍了这么多张的照片，冲了这么多的点，都是做给美国看的吗？今天这一张是调查局早上发的一个新闻稿，而这新闻稿里面呢，直接把一个重点侦办中企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的人才案，新闻稿直接把这个中字给放出来，然后呢告诉大家大动作来搜捕啊，从7月15号到8月6号侦办16家陆企，你知道吗？16家你要出动多少人啊？总共动员300人次，搜索70个地点，讯问120个人。过去来讲的话，大陆的企业他们都怎么做呢？如果你要来台湾设公司，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又是审查，然后呢，经济部、商业部、商业司，然后呢，还有投审会。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来成立公司要被你审查，然后呢，审查又不过，那我干嘛成立公司？我就来，然后找个台湾人当人头，成立台湾的公司。但是呢，实际上是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对。然后呢，或者是我不要成立公司，我就成立办事处，就没有审查了。但是这一次来的调查局不一样，调查局是由局本部来发动，发动之后呢，总共报了几个地检署，总共报了5个地检署同步侦办，然后呢，包括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5个地检署同步侦办。我们很少看到说，以过去来讲，我们跑调查局有案子，你去问他的时候呢，他只会给你几个字，叫什么“客证侦办中”。5个字，还有什么？侦办中，侦查不公开。对，然后呢就不让你知道了，都不知道了。现在来讲的话，有什么？有这个照片，然后呢有图说，然后呢甚至还给我们一段20秒的影片，什么意思？表示说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侦查当中。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台积电的泄密案跟东京威力科创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关系的情况下，把这个弄出来？因为有一个说法是台积电的泄密案到底是谁发现的？对。有人说是谁发现的？是美国人发现的。美国告知的。因为台积电来讲的话，你损害到台积电的利益，美国人觉得说你就是损害到我的利益，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是不是要做给美国人看，要让美方知道说我们现在有在努力的侦办当中？那除了调查局之外，其实这一次来讲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新竹的局长、警察局的局长也换了谁？换了以治安见长的。是警政署还有刑事局的一个治安非常强的一个长官，专门派下去的，所以以后的检警调，你没有治安相关的专业，你没有电脑相关的专业，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重中之重。其实你把调查局这个东西把它给拉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10几20家公司就是什么？就是半导体的上下游。对，等于说他在新竹这个地方，他是用这种方式设立办事处、设立这种人头公司的方式，把它整个包围起来。那包围起来的话，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在探查秘密。如果有机会拿到任何一点营业秘密的话，对陆企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帮助。而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要全面防堵，不只是为了国家利益，也要给老美看一下，我们对这一次来的行动是有信心的。凯比，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为什么会说大力扫荡？为什么说台美合作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要把整个半导体所谓的不管有内贼，甚至有间谍，通通抓起来。因为现在美国看上什么？台湾的晶片，看上什么？台湾的无人机，甚至看上台湾相关的机器人，他们缺一不可的。对，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台湾一直在从事一件事情，就是去中国化的去红链。对，去红链，我们一直在抢这个商机。美国也是，哇，怎么可以让你大疆主宰整个无人机市场呢？对，所以说我们台湾有一个联盟哦，从这个经济部跟这个民间发起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海外卓越无人机商机大联盟。那其实这个大联盟大概有200家公司，这个主席团里面包括了中光电啊，这个还有像这个所谓经纬航太啊、雷虎、亚航、长荣航太、佳士达。我告诉各位这1个多月以来都是大涨，只要它有挂牌的，几乎都是大涨。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包括什么？就是说包括这200多家呢，其实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你今天拿到无人机商机，你跟国防部采这个招标，就算你达标之后，2年之后交出去，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之后要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把零组件材料把它备齐的一个动作。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比组装交货之前更大的商机嘛，因为这些组装厂必须要把这些零构采购组。最近几天传出一个消息，叫大亚。那大亚本来是做一个电线电缆，你会觉得做电线电缆有什么了不起？
结果呢，大亚呢，他传出来说他要攻什么超导热同胞线铝材，就是无人机的马达。结果啊，这个大涨了3天。后来呢，今天有一档股票叫做钰创涨停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钰创呢，它其实美国军警用的机器人，那个机器狗有交给他，然后做视觉。结果呢，他又做了什么无人船？就是我们9月份的时候，国防部也有个无人船，什么奋信号魔鬼鱼，什么魔鬼鱼啊，等等，要来做一个比武大赛嘛。那他有做无人船的导航，结果今天也是一马当先，先冲涨停板。美国我们刚刚讲晶片、无人机，甚至一些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在台湾整个都涨起来了。对，我再举一个机器人更明显，举机器人的道理大家知道吗？机器人，我们说晶片。AI 的大脑就是现在今天8月8号北京在办一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8月20号有个国际自动化跟机器人大展。那大家知道，每次看到那个中国大陆机器人，就是哇，很炫，很 fantastic， 就是好像很灵活，对不对？但他们很厉害，就在关节这个地方做。可是我们机器人大脑是谁？就像黄仁勋的这个所谓的晶片。那我们最厉害是做什么？我们是做小脑，就是把大脑把那个晶片组装协调肢体，小脑还有什么？各部分，尤其是我们在视觉辨识做得非常的厉害。我们的国家 AI 新10大建设里面有3本柱，一个叫矽光子，一个叫做量子运算，另外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机器人。黄仁勋有一家公司跟亚马逊一起来做合作，这家公司呢叫做 Agility 英文就叫做敏捷。结果 Agility 这家公司台湾有一个集团竟然切进去了当股东，这家公司叫做能率集团。它本身来讲的话，因为它跟日本的 Toyota 有长期的合作，然后它本身从光学制造变成镜头，你知道吗？他入股了 Agility， 就是跟亚马逊跟这个黄仁勋的这个 NVIDIA 合作，他又入股了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Mantis 叫做螳螂那个英文就是螳螂，就是也是亚马逊的公司。那为什么他能够眼睛、齿轮、关节都做吗？因为他长期以来跟 Toyota 合作，就是那个马达那个自动等于说 Toyota 汽车的马达齿轮，他都养了很大的技术。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说台湾的 AI 的实力，尤其在机器人这一块来讲的话，将来尤其在这个月，随着这个展览的一个开始呢，会逐渐的发光发热。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